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来看待一个电路？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从电路的负载来对电路进行不同的分类。那么如果说这个电路的负载全部是由电阻构成的啊，看到这里面全部是电阻构成的，那么呢，我们就管它叫阻性电路。如果说这个电路里面包括了有电容元件，那么它就是动态电路。那么对于动态电路来讲呢，我们又可以按照感兴趣的时间段来进行划分。如果说我们感兴趣动态电路变化过程中的那些电路的各种的电压和电流的变化，我们管这叫暂态分析。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电路里面，如果我们知道电源是一个直流电源的话，那么通过后续的课程，我们就可以知道电容上面的电压的变化趋势是这样的：从这个点到这个点，这个波形的变化过程就是暂态分析。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能对稳态的工作点感兴趣，也就是说，我们感兴趣于变化之前的那个值，变化之后的那个值，这就叫做稳态分析。那么刚才呢是根据负载来进行的划分，我们也可以根据电源来进行划分。电源呢，既可以包括直流源，也就是现在屏幕上闪烁的这条直线，就是一个直流电压源，也可以包括交流源。交流源呢，又可以进一步分成正线交流，如屏幕上的波形所示，也可以呢更一般化，是一个周期性的源。在电路原理这个课程里，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包含阻性和动态电路，以及激励式直流、正弦和周期性所有情况下电路的分析方法。那么第二个大问题呢，我们要讨论一下电路的模型。首先呢是要说理想的电路元件，这些理想的电路元件都是从实际的电路元件进行抽象，来得到了简单的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在这门课程里讨论的2个接线端的理想电路元件包括电阻，在中国的国家标准里是一个方块，在西方的教材里是这样的一个符号。那么在我们这个课程里不加区分。那么也包括电感是这样的一个符号，也包括电容是这样的一个符号，还包括电源。电源呢，如果说是直流电源的话，我们通常把它画成这样的形式。更为一般的话呢，我们可能把它画成这样的形式。这个问题里面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来讨论如何建模，也就是说，如何从实际的元件建模成理想电路元件。对于刚才大家见过的这个电路，手电筒的照明电路来说，我们通过抽象就可以分别得到电池的模型、开关的模型、灯泡的模型和传输线的模型。那么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型就是这样的，我们用电阻和电压源的串联来表示电池，我们用一个理想开关来表示实际开关，我们用一个线性电阻来表示灯泡，我们用理想导线来表示实际的连接线。那么这个模型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什么呢？这个电阻在模型里是不变的，实际上灯泡的电阻是随着照明时间的变化而在变化的。在这个模型里，电源的内阻是不变的，但实际上电池的内阻是随着供电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着的。在这个模型里，我们忽略了导线上的所有电阻，认为它是理想导线，而实际的连接线是有电阻的，而且实际的连接线和元件相连的部分是要有接触电阻的。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同学们肯定会想，那么我为什么不用更精确的模型来对它进行建模呢？此后几讲里我们会深入的来讨论这个问题。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电路的分类。我们在这一讲里主要讨论2个分类，首先是线性与非线性。我们以电阻为例，电阻大家都很熟悉，如果说我电压
这么来标的话，电流这么来标的话，那么就一定有欧姆定律 U 等于 R 乘 I 的这个关系。那么我们在电路里经常用激励和响应来描述一个元件上面的关系。比如说，如果我们认为激励是电压，响应是电流的话，那么激励和响应之间 U 等于 R 乘 I 就构成了一个线性关系。那么所谓的线性元件呢，就是说元件上的激励和对应的响应之间是一个线性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为什么 U 等于 R 乘 I 是一个线性的关系呢？这需要从2个方面来讨论。首先，如果说激励变成了 K 倍的话，那么通过 U 等于 R 乘 I， 那么响应一定变成了 K 倍的 U 除以 R， 于是等于 K 倍的 U 除以 R， 响应就变成原来的响应的 K 倍了。其次，如果说激励变成了2个激励之和的话，那么响应一定就变成了2个激励之和除以 R， 分别是 U1 除以 R 加上 U2 除以 R， 分别是2个激励单独作用下响应之和。那么任何一个关系，激励和响应的关系，如果说满足这样的关系，我们叫齐次性；如果说它满足这样的关系，我们叫可加性。满足齐次性和可加性的关系是线性关系。那么如果说一个电路里面的所有负载全部都是线性元件的话，那么这个电路就是线性电路。线性电路描绘的方程是线性方程，这一点大家以后会体会到。那么什么是非线性电路呢？只要这个电路的负载有一个或者多个是非线性关系，那么它就是非线性电路，描绘它的方程是非线性的方程。第2个讨论是关于平面电路和非平面电路。所谓的平面电路呢，是指的这个电路能够被画在一个平面上，而使得呢所有的元件之间是没有相互之间交叠关系的。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电路，所有的元件都与其他的元件没有交叠关系。那么大家来看这样一个电路，这个电路表面看起来，这个元件和这个元件有交叠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可以重画这个电路，使得它成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大家注意，这里我画成这样，你看这个电路和这个电路之间，从拓扑连接上是完全一样的。对于右侧这个电路来讲，任意2个元件之间是没有交叠关系的，所以它依然是一个平面电路。那么有平面电路就一定有非平面电路，那也就是说，无论你如何改化，电路始终存在着元件之间的交叠关系。比如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电路来讲，这个元件，无论你如何改化这个电路，都会使得它要么和它交，要么和它交，要么和它交，要么和它交。所以这样一个电路是非平面电路。平面电路分析起来比较容易，非平面电路需要一些特殊的考虑。在我们这门课程里讨论的都是平面电路。好了，第2讲就到这里。